前段时间，美国拉拢英、德、法3国，以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为由，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俄罗斯现在已经收到这些弹道导弹，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在俄乌冲突中使用这些导弹，并且将与伊朗分享包括核方面的技术。有西方情报部门称，伊朗转让给俄罗斯的是法塔赫360弹道导弹。这些导弹总数为200枚，是通过里海一个港口运送去俄罗斯的。伊朗方面反驳称，这一说法毫无根据，是西方发动的心理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每天编造10个故事，并指责我们犯下了所有弥天大罪，这一切毫无意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就是，显示或者继续的污名化伊朗和俄罗斯另外第二个目的就是让西方的这些媒体受众，感到现在伊朗都对俄罗斯提供武器了，那么美西方应该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美西方不断炒作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并借此对伊朗实施新制裁。那么法塔赫360导弹性能究竟如何？为何被称为伊朗版海马斯呢？法塔赫360是伊朗在 BM120近程弹道导弹基础上改进而来，属于固体燃料近程弹道导弹。该导弹长4米，直径0.3米，弹重850到1100千克，可携带150千克的战斗部。根据打击目标的不同，可选择高爆、急速、温压等类型战斗部。法塔赫360导弹的头部为双锥体，弹体为圆柱体，并且在弹体前部装有4片三角形舵面，弹体尾部则有4片三角形尾翼和4片梯形尾翼，说明该导弹具有全程飞行控制能力。不仅飞行稳定性好，还能够机动变轨，具备较强的突防能力。对方的反导系统难以对其进行拦截。法塔赫360导弹的射程在30千米到120千米之间，飞行速度为3马赫，采用惯性加卫星导航系统制导，命中精度小于30米。法塔赫导弹采用车载桶装倾斜发射方式，运输发射车采用6×6民用卡车底盘，前部为驾驶舱，后部装有发射装置。从伊朗公布的信息来看，发射筒的布置很灵活，可以是双联装，也可以是4联装或者6联装。发射装置有液压支撑臂，用于发射时控制发射筒的倾斜角度，既可以由操作人员在驾驶室控制发射，也可以远离发射车进行遥控发射。有必要说明的是，法塔赫360导弹的运输发射车之所以选择民用卡车底盘，一是为了降低导弹系统的成本，二是为了隐蔽性。在驾驶室后面还专门装上了伸缩式篷布架，行军状态时完全伸展，能够覆盖整个车体后部的发射装置。此时无论是从地面还是高空中观察，都与普通的货车非常相似。由于法塔赫360导弹具备高机动性、较好的命中精度，以及最常采用的6联装发射装置，再加上导弹最大射程才120千米，这一性能与美国的海马斯非常相似，因此被外界称为伊朗版海马斯。这也是美西方大肆炒作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法塔赫360导弹的主要原因。毕竟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真用上法塔赫360导弹，打击灵活性提高了，而作战成本则会显著降低。对于重要性一般的战场目标，完全可以交给法塔赫360导弹去打击；而技战术性能更好、成本也高得多的俄制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则可以省出来，专门打击高价值的时间敏感目标。而这是美西方不愿看到的。在中东局势日趋紧张之际，俄罗斯与伊朗2国关系不断升级。19号，普京签发总统令，同意俄外交部提交的关于签署与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提议。当下，俄罗斯和伊朗2国都承受了美西方无以复加的这种制裁和打压，双方需要抱团取暖。俄罗斯方面需要伊朗这样一个外部的盟友。在国际的特别是政治舞台上，相当于增加了他的一个伙伴如果从作战目标包括打击重点去分析，不排除是以色列情报部门所为，而且国际社会认为，在产业链条很多漏洞，包括美媒所报道的由以色列制造等消息可以看出，这次把平民用品武器化，将会在战争史上开辟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一旦这种状态蔓延，那么杀伤能力、杀伤范围将会出现
无门槛儿、无底线的现象。有观点指出，作为抵抗之狐的领袖，伊朗必须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表达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而一旦伊朗下场，中东大战或将爆发。请教一下杜先生，您认为伊朗会如何反应？从目前看呢，伊朗直接下场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美国在周边航空母舰、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对伊朗构成重大压力。这个状态下，无论是支持哈马斯、支持黎巴嫩，它的这种援助都是间接的，通过提供资金、提供武器、提供其他保障要素，让作战行动能够得以持续。如果伊朗正面作战，与以色列爆发直接冲突，这样势必会引发中东大战，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大量的基地部署、密集的武器装备部署，会对伊朗产生较大影响。所以这个状态下，如果主动下场，直接面对美国、以色列军事体系，那么中东地区有可能面临重大变化。俄总统普京日前签发总统令，同意与伊朗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俄伊关系升级如何影响中东局势？黄先生，在中东这样一个地区，伊朗是一支可以说能够在整体的这个军事实力上能够与以色列对抗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是与美国对抗，包括与北约国家对抗的话，伊朗还是在整个的这个实力上，尤其是在空军上，还是相对是弱势比较大。那么通过俄罗斯与伊朗的这双边关系进一步加深，有可能伊朗会要求俄罗斯为其提供，或者说从俄罗斯采购一批先进的战机，包括这个苏35，甚至有可能包括苏57。那么现在俄罗斯来说的话，也希望伊朗的整个军事力增强，包括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的增强，也会帮助俄罗斯来分担一部分军事上的压力，包括在这个俄乌战场上的压力，他还是希望能够由伊朗的帮助来减轻自己面对整个北约集团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威胁的这样一个态势。6月21号是我国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军情直播间组织的第5届深圳国防教育名家奖活动，带领深圳学生走进武警深圳第2支队，与中诚卫视共话国防，展开一堂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21号下午，深圳学生在武警深圳第2支队官兵带领下走进军营。在训练场上，武警官兵首先以气势磅礴的大德胜鼓乐开场，瞬间点燃现场气氛。紧接着，向学生们展示了擒拿格斗、刺杀操、队列等日常军事训练。学生们看得津津有味，即便天空下起了小雨，也未能影响他们的激情。同学们一个个目不转睛地认真观摩，武警战士们勇猛有力的动作，矫健利落的身姿，整齐昂扬的队列，瞬间圈粉，现场不时爆发阵阵掌声。今天我来到军营，学到了很多知识。今天我看军人叔叔表演的时候，看见了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学生们还近距离接触了手枪和步枪等轻武器，武警官兵给他们详细讲解枪械知识，对射击技术要领进行示范。第一次接触到真枪，学生们直呼过瘾，感觉太酷了。随后，学生们参观荣誉室，解说员向学生们介绍了武警深圳第2支队在中英街执勤巡逻、抓获内潜外逃分子、打击走私犯罪等红色故事。第5届深圳国防教育名家奖活动的压轴大戏是知名军事专家邵永林、特区兵王蒋云坦班长，为深圳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全民国防教育课。军事专家邵永林以建设海洋强国、守护蓝色国土为主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性。深圳的红领巾们与橄榄绿零距离互动，与军事专家共话国防，一场军味十足的沉浸式课堂体验下来，国防有我，强国有我的火种在学生们心中悄然点燃。